着你们所有的机器都走，好吗？谢谢。我不能在你们有你们的时候说这事，机器必须得走，这是我的原则问题。把你们所有的话筒都摘走，我要跟你们说正事。我们去一个确定没有任何事。好的，楼下。谢谢。你们进入房间后聊了什么？那自然是不能说呀，要不然就不会避开摄像头了。很严重的事。应该挺严重的吧，非常严重。那你出来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啊，我出来之后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吧，就觉得，哎，有人帮我，怎么样？他跟你聊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节目我赚大了，谢谢。条理清晰。他今天啊，他们聊得非常好，捋得特别好，而且很清晰。我觉得他得消化消化。有一大部分是被确认了，其实是早在我的心里，只是我不愿意去面对，或者不愿意去相信，其实是被确认了，所以是有一个底子在心里的。当然还有另外一大部分是确实非常新鲜，头一回听说了。信任是多么的重要。哎呀，挺好。对，主要你也是之前那个没动脑子说放在这个公司的这些具体的这些事儿上，具体的这些账目也好，这都你满脑子就是把直播做好，把直播做好，所以这也是。那你觉得此刻公司众多问题当中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房间里的事是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我要同步去检查我的收入，去了解同行业平均水平。但是对我自己、对我公司来说，我觉得审计入场是我应该立刻马上做的事情。那你打算开股东会吗？我就打算自己直接这么干了。如果要开一个股东会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更麻烦。我就决定自己直接这么做了。Hello， 哎呀 ，Hello， 你好吗？哎呀，妈呀，计算器都带来了。是啊，是啊。哎，怎么了？一直叹气。哎呀，挺好，挺好，挺好。先坐，先坐。先给你看个信息啊。怎么突然发了这么一条信息啊？我看之前不还挺好的吗？拉升收入啊什么的。其实去年他就提过一次，是因为他跟另一个核心的员工两个人干仗，就是有我没他，有他没我。其实我当时挺生气的，我就觉得我在被威胁。然后这一次，我觉得他发这条信息给我，我觉得不是闹脾气，应该也不是那种跟其他人吵架呀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你觉得 CEO 为什么对你没有信心？其实我感觉1年之前他应该就想是离开的，那个时候其实公司就也比较走下坡，或者说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我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好被他管着了？因为从他的性格讲，他非常非常的想掌控我。当时怎么跟他一起创业？我们是在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千惠给我当时服务的一家公司，也是一个短视频平台，发了一封邮件，然后这封邮件正好就到了我的手上，然后那个时候我负责新的内容创作者的孵化，然后我们就约了见面，见面之后我就觉得他是真的很想去做自媒体。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出来更多好的创作者，所以我就决定去培养他。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千惠那个时候就获得了50多万的粉丝，1年多他就100多万的粉丝。
直到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千惠来抖音也一段时间了，然后他就有跟我提想法说我们可以一起创业，然后那个时候就离开了上一家公司，出来跟他一起创业。其实，在我邀请他过来合伙的时候，我的公司1300平已经建立起来了，我已经和抖音签完约了，签了独家，我们也做到了单场2000万的 GMV。那个时候的品牌方是疯狂一样的在和我联络，只不过那个时候公司是刚刚启动，但是我的个人 IP， 我这个人，他已经是一个挺成熟的作品。我是2021年7月份出来的，2021年的双11，我们第一场就突破了1.5个亿的销售额。那个时候在抖音电商初期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个成绩。过去的5年，我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完美的呈现了千惠很棒的主播的形象。那公司的大方向都是谁定的？就是每年的大方向是我定的，并且他非常支持我。他现在除了主播，更多的参与到公司的事情上，你会不习惯吗？我不是不习惯，我特别怕他在表演一个总裁，每天都觉得哇哦又这样了又那样了，就是以前是非常平稳的在做事儿啊，千惠有一些想法，我们充分的探讨之后，有意见不合，大家多沟通就解决了。现在一方面也没有时间跟他沟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节目就一直这么拍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自己也需要先调整好我自己的状态。他跟你讲这个话之后还有过沟通吗？我说好的，我说我了解了你的意思，等到这个综艺节目拍完之后，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就我回复完这句话之后，他说好的，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任何的沟通。所以高管离职，包括这5年我没有参与过经营管理，包括财务方面我都涉及的比较少。您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去找一个外部的审计，把所有的账查清楚？明白。其实很多的企业在就是高管离职的时候会去做这样的动作。对，因为我觉得做一下这样类似的专项审计或者离任审计，可以厘清责任。比如说属于前任的责任，可能我们就在这个时点前，还是由他来承担。那在这个时点之后，所有公司出现的问题就都是由新人来承担。您觉得审计入场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比较合适？我觉得2个时间点吧，一个是7月的下旬，还有一个是8月的上旬。OK， 其实我是想，在7月初做这个动作。7月初的话，我也想尽快，我不想等太久。明白。然后整体来说，我可能会重新梳理之前 CEO 做过哪些工作。比如说第2年开始，我们不是做 MCN 嘛？那做了 MCN， 我们签了5个达人。那当时这5个达人的亏损是多少？然后有一点我是真的很想要了解，就是当时那个化妆品的什么成分师，1年给了他100多万，让他去看我们卖的化妆品的成分，这个工作他到底做没做，做了多少，我人都没见过他，而且。真的需要100多万吗？合理吗？然后第4年做私域，当您提出这是亏损200万的时候，也没有反驳，再去问里面竟然有一个120万是写错了，写错了比真的亏损还让我生气。不是我写错啊，我知道呀。好，然后告诉我不是亏损200万，是亏损80万。好，那80万怎么亏的？还要再查。而且我这段时间我了解到，就是我们之前5年之间签的所有的年框，第一我不知道，第二签了多少的量我不知道，第三前置收来的费用全花光了，然后后面发现我不完了，然后让我退钱。这个你一定帮我查清楚。好，没问题。我现在要重新复盘我的前5年所有的数据、所有的账，
我全部要查清楚，每一笔钱当初是怎么花的，把我死去的记忆都给我拉回来。那你跟 CEO 也从来没有复盘过？我没有去问过。那你觉得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吗？是不是在后面很多的决策当中，他做了一些你不是很认可的事，你还是会选择沉默？会的，有很多其实是我想说，我想叫停，或者我不愿意，但是我为了支持他，所以我选择沉默或者妥协。但我现在不是这样的想法了。所以其实他跟我说，他对我的合作没有信心了。我觉得我们两个双方应该都相互之间有一点这种感受。他如果真的离开公司，你打算怎么办？我希望我先从主播这个角色稍稍的抽离出来，我要承担起这个家的大家长。Hello， 欢迎。这是一个大商场。对，我们 X27结构是跟商场一样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为直播去服务。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每一个店它其实都具备直播的功能。就老百姓能来逛吗？能来逛，开放的。也可以来逛的。对，让线上的人到线下来。啊，到线下来看。对，好厉害。做吧。你上次的事情去你公司以后怎么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我的合伙人，我的 CEO，他就前1个星期吧，跟我提他要走。哦，是这样的。他说他觉得对我们后面的合作没有什么信心了。你觉得呢？我觉得你首先要自己想好嘛 ，CEO 你还留不留嘛？假设 A 的方案是不留，他走了，那公司是给你，那你怎么让公司走上正轨？所以我觉得身份上就是你自己要转变过来，做一个公司和做一个艺人和做一个主播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比如说我们跟黄子韬合作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叫他黄总的，我们都不把他当艺人的。你代表企业信用端，你今天是老板身份出现，老板说了好几点就几点啊，你想做甩手掌柜不可能的。以前在公司管理上，我非常的不自信。我觉得我是一个演员出身，我是学音乐剧的，所以在公司管理上我很难开口，我害怕出错，我害怕我的判断影响了经营管理，我害怕我的判断影响了别人的工作，所以不敢开口。我像你这么小的时候，公司所有的业务都是我自己谈的，每笔钱都是我自己定的。你是一个人谈完5分钟谈完了，下面的人谈5天都谈不完。现在还适合做大厂吗？适合啊，有什么不适合的？就每次做大厂都亏呀。那只是你亏呀，别人没亏呀。我这纯佣呀。是吗？那你有什么包亏的嘛？你每一轮要迭代，业务迭代直播方式迭代，团队迭代，商务迭代，就哪些部门是重灾区，你就优先盯着哪个部门。我觉得你这情况已经比较恶劣了。是的呢。你有时候要反思自己，就为什么你没有挣到钱？是你的能力问题呢，还是说是你的勤劳度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这个很重要。我的视角来说呢，我觉得这些事情呢都是可以解决的，对不对？你想明白你哪一块最弱，你可以给我。那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先从商务帮你搞。人员不用那么多，能干的几个就行了。好，回去就梳理。所以现在我就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了解，我觉得只要我全盘了解清楚，我就不害怕了。陈律师终于见面了，你请坐。好嘞。我是前段时间有亏损，所以得稍微的优化一下人员，让大家好聚好散。如果以后我们公司还能发展的不错，到时候再把大家请回来，是这样子的想法。我刚刚也是梳理了一下，你看就是在咱们公司单方去解除，对这种情况呢，劳动者因为人家没有过错，所以咱们公司肯定是要给人家经济补偿金的。咱们把咱们的这个公司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如实的告知。其实我觉得越坦诚，反而对于双方的沟通的效果会越好一些。是的，我就是想坦诚不公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那为什么说总协商一致这样的解除的情形会对咱们更有利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恩给多少是可以协商的。
我可以给他 N+1、N+2、N+3，这个给多少都是可以双方协商的。包括如果是他有再就业的这样的打算，我们可以协助他写推荐信，帮助他度过这段这个空窗期，对，过渡期。其实跟律师的沟通，从律师的角度给了我非常专业的建议。其实有很多好的办法是可以做到不撕破脸的，可以做到非常好的分开。CEO 是什么时候没有再出现在公司？有1个月了。这1个月是不是你全天都在管理？对，这1个月我基本上已经开始在管理公司了。就是这些颜色，你们得考虑在直播间里的展示的颜色，这些颜色在直播间里展示就等于白搭，就不要再浪费了。我马上后面要开始抓所有的物料的钱。这个可以下面再来一个正装2个字吗？林元德补充装3个字再来一个。因为我昨天看到你们那个预热，就是确实是满屏都是林元德，但不知道得的啥东西。别用这个板了，无所谓的，因为这个板它还会反光，直接用这个纸打印。杨哥啊，以后这个水晶直播啊，如果要一直站着这个疗愈房，我疗愈房没有办法做别的事儿了。对，你看那6亿的楼顶，在那儿加一个这种彩色玻璃，它那个感觉会跟这个挺像的。要不然的话，我这疗愈房啥也干不了了。我研究你处理这些问题有什么感受？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新的挑战和压力。我觉得这个开头有一点点官方哎，你得让刷进来的用户最快速、最短的时间拿到最有效的信息。可能之前我会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很麻烦，我觉得我不会，然后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光靠我一个人推一个纯新的品，我一个人真的有点艰难。包括这个名字，这洗发油没人知道是洗头的，我晚上把名字换一个先试试。但是我现在必须得自己尝试去做。咦，谁回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换衣服去。哎呀，消停了，我要跟你汇报工作。CEO 跟我提了，就虽然他说的非常隐晦啊，他说我对我们之后的合作没有信心了。然后我准备自己当 CEO 了。就你要自己做 CEO 会比现在还要轻松，而且你对公司整个的运营会了如指掌。因为这个公司比较特殊嘛，它是以你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公司，你当然应该对所有的细节都有知晓和把控。你不开心了？没有不开心，我觉得这么快这个月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让我效率好高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节目，可能要干得更久，可能要干半年。有的时候不光是你做一个公司，有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一个历史的进程，往往都是会因为一个外力导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你现在就是用了这么一个外力，就促使了你必须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很正常。如果没有这个，你可能你还别说半年了，有可能1年2年接着还这么干，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哎呀，这个世界谁也都能离开谁，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人总得经历过一些什么。通过这次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反思。就从最初的时候，你就太放手了，啥都不管，这也是个问题。我就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这个概念是一点没错，我也从来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有些时候，你得至少知道公司的收支吧。你连这都不太清楚，这就有问题，肯定是有问题。没有这么当老板的，没有这么当董事长的。唉，我相信你介入了这些上也好，公司的运营上也好，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您支持他当 CEO 吗？支持。我2个半月，我觉得他长了10岁。我指的不是年龄哦，是他的生活阅历、驾驭能力和分析能力长了10年。他特别的果断，这次，而且决绝，而且是非常的懂得去事无巨细的了解整个公司的运营是怎么回事。以前他都没心思。那反而这次录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公司上的一些问题，梳理到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梳理的挺清楚了。大家都到了啊，然后今天有几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同步一下啊。现任的 CEO 也是我的合伙人，然后他正式提出了离开公司，就是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正式接任米汤文化的 CEO 职位。北京米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CEO 任命书，兹代表北京米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会任命万千惠女士担任北京米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CEO 一职，其职责和权限为：1. 代表企业实行有限公司管理； 2. 负责制定、组织、落实公司年度工作计划、经营规划，全面主持管理公司日常工作。本任命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任期为3年。北京米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纳日松、万千惠，2025年7月9日。谢谢，谢谢大家。厉总。好的。然后接下来呢，具体说一些事情。首先就是优化员工，在跟你们每一个领导深入沟通之后，我有了确定版的第一批次的人员优化名单，然后稍后我会飞书发给大家。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可能需要稍作下调了，至少在我们目前经营比较困难的这个阶段吧。我觉得我作为 CEO 的第一目标还是先把公司保住。因为把公司保住了，我才能去保住更多人的工作。当然，同时啊，所有亏钱的以及不挣钱的项目全部砍掉。那这些项目里的人员，我们是另做分配还是直接优化？到时候我们再跟具体的项目组再去沟通。那既然我选择了任命做 CEO， 我就一定会把这家我亲自生的公司给救活，而且得给救好。你觉得千惠接手公司后，她能够当好这个 CEO 吗？我觉得她能，但是这条路有点过于难了。你觉得她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业务。因为他自己本身来说，他是业务型人格，因为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做主播。我们总共是3个月，他不停在直播。其次就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有拍视频。这次呢，我买了2个不同的媒体，不停的在做短视频，不停的在做业务上的拓展。雅诗兰黛白金的这一场直播也快开始了。他就本身是业务型的人格，那其他业务团队他根本没有时间完全了解到，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管理上，因为说实话，他在直播，他很多时候都是打头阵的那个人。要扭转公司现在的情况，千惠直播这收益是最大的。像做主播10个小时，你挂在屏幕前，你连微信都回不了，那他在管理上就一定会有一些疏忽，所以在人员上面，在公司的一些细节上来说，我会比较担心。我觉得他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时间上的分配。那这个的话，能不能再触发什么满赠呢？他如果每个部门的事情都去做深入的了解等等，那工作上面要占据他以前相对来说更多的时间。然后呢，本身他对于孩子的成长上面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他练琴的时候是属于专注度很高的小朋友，所以家庭上面、孩子上面也要去分割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他本身以前睡觉就很少，我都担心他以后更没有时间睡觉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督促我，也多多包容。感谢，没了，结束，加油，呀！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督促，也多多包容。感谢，没了，结束。你觉得你有信心当好这个 CEO 吗？哇哦！
未来3个月，我们其实是存在一个资金缺口的，大概有个1000来万的资金缺口。我的目的是，我要开源也要，节流也要，卡最底最底最底的人数。你的账面资产不支持这个说法。公司多少人啊？70。为什么？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了一个比我公司还要人多的达人公司。我不用看数据，我就知道肯定是亏。这个事情亏与不亏，核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成本。你说你能挣到钱吗？能挣到钱才是有鬼了吧？我觉得不管未来是好是坏，我一定努力去做。我不害怕一切归零，我不害怕从头再来，因为如果你有机会从头再来，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